朋友们，出大事儿了！你们猜我现在在哪？印尼的首都雅加达。现在的时间是2025年的9月1号。我是昨天过来的。订机票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，但是，我也不想去退这个机票，于是就过来了。所以今天就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，去了解一下媒体眼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有什么区别。现在是5点半，现在是他们上下班的一个高峰时间，依旧是跟往常一样，一切都很正常，风平浪静的。现在要坐一辆公交车去他们的市中心看一看，还有他们的整个城市的噪音也是比较大的，我感觉比曼谷的噪音还要大。昨天办的公交卡，可以看到他们的市民依旧是正常坐的公交车，正常上下班。公交车上也是很多人的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大商场里面，这里依旧是该上班的上班，该购物的购物，啥事儿没有。这跟媒体眼中的暴乱很不一样啊！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这才是真实的世界。我准备现在去他们的夜市里面去走一圈，看一下夜市里面有没有人。如果危险的话，一般来讲啊，夜市里面是不会有人的，因为大家都害怕了，躲起来不出门。如果夜市正常的话，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地方是正常的。雅加达这个城市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从印尼的坤甸过来。坤甸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可以说经济没那么发达的地方，所有的店都还是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。街上的突突车司机，太饿了，太饿了，进来全家买点东西。再看看便利店里面人依旧是很多，就在这边吃东西。说实话，今天白天我还有点害怕，所以以至于白天的时候我都没敢出门。超市也是一切正常，而且食物应有尽有，也没有出现过疯抢食物的一个情况。这些吃的喝的，准备开始开火做饭了。然后我就打算这2天就在雅加达先剪一下视频。现在是晚上8点的雅加达街上，就是还是跟正常一样。听说他们在大的商场还会安排一些防暴车。所以就是貌似连保安都没有增加几个，连警察都没有。他们当地人还是该干嘛干嘛，都在这儿喝咖啡呢。看这小悠闲的日子，夜市啊都正在开着呢。印尼国菜巴手，这个是啥？他把每一种香料都插一点进去。哇，好热闹啊，朋友们！哇，这在吵什么呀？哦，没有了，他们吃的可开心了，都坐在地上吃饭呢。印尼的烤鸡肉沙爹 ，chili。 Yeah, this chili. The name in Bahasa is sambal. Sambal. Yes, from Java. China. Chinese. Yes. 印尼版的夜市确实有一点不一样。说实话，这里面的食物也没有让我很心动。印尼餐长什么模样？但是可以非常欣慰的告诉大家，雅加达目前一切都挺好的，挺安全的。现在呢是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，准备吃一下他们这里的一个水果冰。我要的一个水果冰，折合人民币6块钱。这里面还有好多的牛油果。其实媒体报道的也是事实，也是真实的事件。那为什么就是媒体的世界跟我们所看到的真实的世界不一样呢？因为通常媒体是聚焦于那一个点，就比如说那个时间点、那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那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，就不会一直都会存在，而且并不会无限的扩大化。所以你要问我安全吗？我只能说，以我看到的，就是他们都还在正常的生活，并没有非常的恐慌。那还有呢？你要说雅加达正在暴乱吗？它确实这2天发生过暴乱，但是它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，或者是一直持续的在发生暴乱。你要说一下为什么这次雅加达会有一个游行跟暴乱？
最开始啊，他们只是游行，就是在很多国家，他们的游行是合法的，是民众向管理者提出诉求的一个途径。但是呢，一般的正常的游行啊，不会损坏任何东西，就是一些人集结起来游街，并且呢，这些游行啊都会提早通知。其实我在早之前呢就看到了这个预告，他说8月28号将会有这样的一个游行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在我概念里面啊，他们就是简单的出来走一走。但是后续呢，它事件呢是升级成一种暴乱，包括去烧毁公共设施啊、砸警车啊之类的。是这次的游行啊，最主要是他们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。底层的人民赚得太少，而高层的人员呢，就是拿着高额的补贴。再说一下，我拍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说一下这边的真实情况，因为大家都很关心雅加达目前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呢，并不是说让大家这边很安全，大家都过来玩。我拍这个视频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想告诉我的家人们、我的朋友们，还有我的粉丝朋友们啊。目前啊，我虽然在雅加达，但是呢，一切都挺好的，挺安全的。这里呢，也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乱。那至于印尼部分的视频呢，我会在稍后持续的更新。我这段时间呢，先去马来西亚有玩，有1个半月的时间。现在呢，目前呢，来到了印尼的雅加达。老爸在弹琴唱歌，小孩子出来收钱。Thank you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承认真实的世界这么难呢 ？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小莲，我现在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。上次的视频我在这边发了雅加达的一些真实的情况，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。他们愿意相信自己以为的那个世界，他们愿意想要看到的是他们认为的那个非常危险、非常动乱的世界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还有人说，上次我只是去了一些安全的地方。那既然有那么多人想看，那今天就去一下曾经暴乱过的事件的发生地看一看。的雅加达街头依旧是风平浪静的。现在是要去一个发生过暴乱的一个地方，叫 SCBD。前面有一个剧院。雅加达是东南亚第1城。公交车站是不是被破坏的公交车站？啊？哇，前面这个车站也是被破坏的。现在公交车它不停在车站里边了。现在是在另外一边停下来，因为那个车站已经被毁了，在另外一边停下来。他们在路边搞了这个刷卡机。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公交车站，这个是被烧毁的公交车站。烧毁的数量还真不少，前面又是一个，烧成这样了呀！基本上只剩下钢铁的架子了，其他的能烧的都烧光光的。看看雅加达的市中心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城市，我觉得雅加达快速的修复好，基本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再看看对面公交车站，除了被烧之外，他们在墙上还有非常多涂鸦。但是可以看到，雅加达现在是正常的，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市啊，我觉得。这个公交车站更夸张了啊！烧的连座椅都没了。看这里是已经被清理过的一个痕迹。今天基本上暴乱已经没有了。
经停止了，在雅加达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有军队出来维持的一个原因。哇塞，这里是印尼吗？啊哈，太豪华了吧！这里我怎么有一种新加坡的感觉？哇，好繁华！其实越是繁华的地方，越会成为当时暴乱分子的一个打击对象，因为他们就是仇富嘛。据我所知啊，就是印尼的腐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他们的法律对于腐败的惩罚非常的轻，据说只要坐2-3年牢，并且追回10%的腐败金就可以了。它的代价也太小了吧！像这些都是大公司，要么是银行的大楼。据说这个楼是印度尼西亚的谷歌总部，有一点颠覆认知啊，朋友们。在我印象里面，印尼不是破破的吗？旧旧的吗？脏脏的吗？这是一家雅加达专门卖奢侈品的一个商场，贫富差距啊，朋友们，有钱人 LV、劳力士、蒂芙尼，还有爱马仕。都随便买的。这个高端商场里面保安也特别多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安检了一下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次的暴乱的事件会不会把矛头转移到华人身上？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。虽然说在印尼啊，3%的华人拥有着50%的财富，但是呢，再怎么说，华人的财富也是靠自己辛勤的努力拼搏赚来的。其实这次的暴乱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腐败的一个问题。另外，我想用5个字来说明，就是今时不同往日。祖国的强大就是我们最强的后盾。他们这个被烧的公交车站还真不少嘞，这边又是一个。现在大部分的涂鸦都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只有看到一些少部分地方还有涂鸦。前面那个车站貌似也是被毁坏的，正在重修当中。这里我查了一下地图，它是一个派出所，也就是警察局。然后前面，看，有一辆非常酷的车，然后这边的警察都已经穿上了防弹衣。这远处还有2辆，这些是原来是涂鸦，后面修复了一下。他们的修复速度还是挺快的，所以啊，现在的局势啊，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了，已经平息了。这个电梯被烧成这个样子了，哇哦！好可怕呀！这边公交车站不是被烧毁了吗？然后这里就是临时的一个公交车站，没有任何的标识牌，大家都站在这边等车。刚才问了一下，这个确实是公交车站。他们的公交系统会比曼谷跟吉隆坡好很多，起码我是坐得懂公交车的，而且公交车都比较新。据说这次暴乱烧坏的印尼的公交车站有22个，现在呢也都是在清理当中。他们的公交车站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中间这种。这个是当时游行发生的一个街道，官方估计呢这次损失有800亿印尼盾。那折合人民币呢，大概就是3600万人民币。就在刚刚，我看到他们的新闻说已经解除了紧急状态，并且呢，公共交通会免费到9月8号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你们要我来的游行中心我也来了，依旧是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。大家，网络上面会有一些人啊，把一些过时的视频反反复复的发送，搞得好像他们的暴乱一直在持续的样子。明天呢，就是咱们祖国的93阅兵史，在这里呢，我祝祖国繁荣昌盛。说实话，作为中国人啊，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，也特别的安心。好了，今天的探访雅加达就到此为止啦，散会了，散会了。关于雅加达的视频，我会在马来西亚的视频后面继续更新。
这些呢主要是实时更新一些内容，让大家知道一下现在的情况。好了，拜拜了大家。